大家好，我係中環11少，一個縱橫香港股壇40年嘅梟雄，點解最後會輸俾一個金手指？前排詹培忠父子單案，成個市場都議論紛紛，好多人嘅結論都係有一單普通嘅商業詐騙案啫，行差踏錯斷症，冇咩特別。如果你真係咁諗，少年，你實在太年輕啦。呢度就係下半場嘅開始，要解答呢個問題，我哋必須深入拆解最終導致佢哋父子二人身陷囹圄嘅亞洲資源案。表面上呢單案係表面係一單賣殼交易，但如果你識睇，你會睇到藏喺判詞後面嘅，其實係香港金融市場一場翻天覆地嘅權力大洗牌，一個時代嘅終結。今日我就同你拆解呢盤棋，睇清楚舊秩序點樣崩壞，新秩序又係點樣建立。首先，我哋要搞清楚市場共識係點睇嘅。講起詹培忠，大家就諗起學股大王、金牌莊家，覺得佢玩財技玩到出神入化，甚至乎佢本人仲好得戚咁走去睇金手指手影，完全冇諗過現實中嘅自己竟然都會栽喺同一個劇本上嘅。所以佢今次出事，普遍嘅講法就係佢哋為咗繞過聯交所嘅監管，隱瞞咗個賣殼協議，呃咗董事會同股東，所以罪名成立。坦白講，呢種操作喺行內人眼中根本就係人人都喺度做，只係程度上嘅分別。成件事嘅爆發點就係因為有個被法庭稱為 X 先生嘅關鍵人物，因為同買家馬中鴻有啲薪酬同借貸糾紛，最後反轉豬肚，決定將成個賣殼計劃嘅細節巨細無遺咁爆晒出嚟，連邊個喺飯局摸過邊個酒杯底都講得一清二楚。成件事聽落就好似一套灑狗血嘅電視劇，大佬輸俾二五仔，好合理，好正常。但係呢個睇法忽略咗最根本嘅一點，細價股行業最重要嘅元素從來都係人，所謂嘅金錢糾紛只係表象，真正嘅底層原因係舊時代嗰套以江湖道義同沉默默契為基礎嘅信任體系已經徹底瓦解。以前大家出嚟行講個信字，今日袋住你嘅錢，聽日就可能要靠你幫手，所以好多嘢心照不宣。但而家呢個世代啊，一切都係交易，忠誠嘅保質期可能仲短過你手上杯雪糕。當人與人之間只係剩翻赤裸裸嘅利益計算，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詹培忠父子輸嘅第一步就係高估咗人性嘅可靠性，低估咗新時代嘅殘酷。好，跟住我帶你跟住法庭文件重做一次案情。故事由2013年開始，當時詹培忠係亞洲資源單一大股東，個仔詹劍倫就係主席。7月，詹劍倫主持董事會，話要集資做營運資金，所以要配股。8月，又話要收購內地一個叫增城項目嘅地產項目，所以要發行超過5億嘅可換股票據。表面上全部都係正常商業操作，但實際上所謂嘅增城項目由頭到尾都係一個幌子，一個用嚟合理化控制權轉移嘅借口。呢個係第一重騙局，明修棧道。跟住落嚟嘅第二重暗度陳倉先係戲肉。佢哋點樣將盤生意靜靜雞交俾內地商人馬中鴻，而又唔觸發監管警報？方法就係揾人頭。首先透過配股，將詹培忠同另一位大股東唔良好嘅持股比例稍為降低，然後最關鍵嘅可換股票據，並冇直接賣俾最終買家馬中鴻，而係分散俾幾個表面上無關嘅人。其中一個關鍵人頭就係後來嘅污點證人 X 先生。佢自己根本冇錢食呢批貨，啲錢係邊個俾？咪就係最終買家馬中鴻借俾佢嘅。佢嘅角色就係一個臨時嘅資金管道同票據持有者，一個棋子。之後佢再按指示將票據轉售俾其他人，例如案件第3被告黃培麗。黃培麗將票據換股後喺市場沽出，套現嘅錢再兜兜轉轉，最終流入詹培忠嘅口袋。呢個就係第3重騙局。成個過程眼花繚亂，每一次轉手都令真實嘅交易鏈變得更模糊。但係點解今次會出事？關鍵就喺法官練錦鴻判刑時講嘅一句話，佢批評詹氏父子嘅行為損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聲譽。呢句說話先係真正嘅戲肉所在。你幾時聽過一單普通嘅商業詐騙案，法官唔係聚焦喺被告對股東造成幾多金錢損失，而係將佢提升到損害香港聲譽呢個宏觀層面？你估真係咁巧？呢個就係揭曉謎底嘅鎖匙。呢單案從來都唔係一個單純嘅法律故事，而係一個關於權力交替嘅政治故事。所謂損害聲譽，翻譯成權力語言就係你嘅玩法唔符合我哋對外展示嘅形象，阻住我哋做生意。過去嘅香港係一個由華資、英資同埋好似詹培忠呢啲梟雄共同構成嘅冒險家樂園。喺呢度，只要你夠膽，人脈夠廣，資訊唔對稱，兼且識得利用規則漏洞，你就可以創造奇蹟，
詹培忠喺8、90年代能夠崛起，正正就係食正呢條水。佢嘅人生信條係可以失敗，但絕不能失志。靠住強悍嘅執身能力，就算喺1999年出獄之後，依然可以喺2004年奇蹟回歸立法會。喺舊體系入邊，總係可以敗部復活。但係時代變啦，而家權力層需要嘅唔再係一個充滿灰色地帶，俾你大展拳腳嘅冒險樂園，而係一個高度可控、絕對透明、時時合規嘅國際金融中心。詹培忠嗰種高調唔按常理出牌、中意挑戰權威嘅個人風格，同埋佢嗰套喺舊時代食得和米嘅財技，正正就係新秩序最想清除嘅不穩定因素。更重要嘅係，監管機構嘅武器已經升級，以前要查呢啲盤根錯節嘅交易，可能要人手查幾年都冇結果。而家證監會有系統，利用大數據同 AI 去監察市場，你啲資金兜幾多個圈，喺邊個戶口停留過幾耐，電腦上面一目了然。你仲用緊算盤，人哋已經用緊超級電腦。所以今次唔係詹培忠唔好彩，亦唔單止係衰喺個二五仔手上，而係佢嘅存在本身已經同新時代嘅空氣格格不入。攞佢嚟祭旗，就係要向全個市場宣告一個非常清晰嘅信息：舊嘅玩法已經玩完啦。所有想游走喺灰色地帶嘅人都要醒醒定定。所以你話詹培忠係輸俾法律咩？我覺得佢更加係輸俾時代。佢就好似一個最頂尖嘅西洋棋大師，窮盡一生鑽研棋譜，點知一覺瞓醒，個世界已經冇人再玩西洋棋，所有人轉晒去玩圍棋。佢嘅所有技術、經驗、人脈喺新嘅遊戲規則面前都變得毫無用處。佢嘅悲劇就係一個精通舊地圖嘅航海家，喺一場地殼變動之後，發現自己手上張圖已經變成廢紙，而佢個仔詹劍倫可以話係悲劇中嘅悲劇。佢喺父親入獄後被推上火線，可以話係臨危受命，但佢學到嘅係父親喺舊世界嘅屠龍術。可惜嘅係呢個世界已經冇龍可以俾佢屠。佢哋嘅父子傳承最終變成咗一個時代錯誤。回睇佢家族過去43年，染指過大概35間上市公司，由80年代幫東南亞資金拍案，到千禧年後同內地買家交易，由早期做公司醫生接手爛攤子，到後來形成父為軍師子為先鋒嘅格局。佢嘅軌跡就係一部活生生嘅香港資本進化史，但呢段歷史隨住亞洲資源案嘅判決，亦正式畫上咗一個句號。詹培忠嘅時代確實已經過去。如果你仲用緊佢哋嗰套舊思維去理解今日嘅市場，甚至去操作，咁你唔單止會輸錢，你仲可能會輸咗你嘅自由。信唔信由你，反正我信咗。究竟喺呢個新秩序之下，舊有嘅財技係咪已經完全失效？呢啲更深入嘅問題，我哋唔能夠喺短短10幾分鐘講完，有機會再同大家分析。如果對我哋嘅財經故事及深入分析有興趣，記得訂閱我哋嘅中環11兆，仲要撳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內容。如果想睇更深入嘅文章，記得訂閱我哋嘅 Patreon。我哋下一集再見。